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39集。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看到属于孙权集团的诸葛瑾呢，他跑去找他的弟弟诸葛亮，对，我就说，这个弟弟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为孙权效力啊？我们这样子兄弟俩就可以长长久久的一直在一起嘛。对。结果诸葛亮这个时候反而就没有被说动，跟他的哥哥就讲说，要不然你跑来跟我啊，我们来投靠刘备，我们就可以长长久久的在一起。那当然了，这个时候诸葛瑾就回去禀报，就是说啊，这个诸葛亮是没有办法被说服的啦。那这边我就很好奇的想问金老师啊，就是同样都是诸葛家族，那为什么他们会分属在不同的阵营当中呢？好，那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在谈诸葛亮那一集的时候，有谈到诸葛亮童年的时候，不是有遇到战乱吗？对不对？所以他因为战乱的关系，跟着自己的叔叔跑到荆州去避祸。那他哥哥诸葛瑾呢？历史有记载，诸葛瑾他汉末的时候避难江东，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遇到战乱，不过诸葛瑾他是往江东跑，于是这样子两兄弟就分隔两地了。那自然嘛，后来诸葛亮就一直待在荆州这边。刘表曾经尝试过说，你要不要为我效力？毕竟我们有亲戚关系嘛，对不对？但是诸葛亮就觉得说，你不是我心目中的明主啊！一直等到刘备登场之后，他才觉得说，这个才是我要投靠的主公。于是诸葛亮就成为刘备的属下。那跑去江东的诸葛瑾呢，自然他就会遇到孙氏集团，所以就会出现我们电视剧看到的，明明是诸葛家两兄弟，为什么哥哥他是出现在江东的孙家，而弟弟则是出现在刘备集团里面当中工作？说一下诸葛瑾，当然他弟弟实在太有名了，诸葛亮嘛，对不对？所有光荣三国志游戏当中智力必定100的神人呐。相比起来，有的时候啊，就是玩电玩嘛，会有那个武将制。什么叫武将制？就是说，你可以选不同的武将担任那个个人，不然的话，光荣三国志有另外一个体系叫君主制，就是你就是扮演一个国家，比方说你扮演一整个蜀国，作为蜀国的决策者。那我个人更喜欢玩武将制，为什么？因为武将制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突如其来、身不由己的乐趣。比方说，我明明是诸葛亮，就想说好，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但是我的主公是笨蛋 AI， 他就会说，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说，温系啊，这个排兵布阵哈，这个时候我就要发挥我自己强大的能力，扭转乾坤，这个感觉起来真的很爽。我很多时候会选诸葛亮来玩，但我从来没有选诸葛瑾玩过。你没有想要尝试看看吗？其实我后来在反思一件事情，就是诸葛瑾能力值好不好呢？那其实在游戏设定当中，诸葛瑾他在内政方面的能力通常分数都还蛮高的。对应到历史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诸葛瑾这个人，他最大的特色就是说话非常非常的温和，待人非常非常的谦逊。所以呢，孙权跟他很聊得来。你就想想看，跟一个人说话，这个人永远都是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呢，哇，你给我好多启发呢，重点是人家还不是敷衍你的，你好棒哦，从你这边只会得到拍马屁的答案。诸葛瑾他是会让你觉得说他的态度很真诚，但代不代表诸葛瑾就完全没有个人坚持呢？其实诸葛瑾他还是会有个人的判断，比方说孙权觉得说某某人就是讨厌啦，这个大臣那个性实在是非常糟糕，不想用他啦。此时诸葛瑾会怎么办呢？他不会直接劝说，你不要这么做啊，你要息怒啊，你要谦虚啊，这样子。那通常孙权就会更加火大。如果你是这样劝孙权的话，那他会怎么说？诸葛瑾大概就要陪在旁边说，就是我知道你很难受，对，作为一个君主是多么的不容易。你想想看，就算部下可能有很多毛病，但只要他有一些优点，你就还是要采记他。当这个君主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然后孙权可能就会说，对嘛，小瑾，就是你才了解我啊，对不对？这个人，我也不是不知道他的本事，就是脾气臭。算了，忍耐他一回好了。你看诸葛瑾有没有说过任何人坏话？没有。他有违逆他的老板？也没有。可是他有没有达成保留人才的目的？有。这个就是诸葛瑾他能干的地方。感觉他是给了孙权满满的情绪价值啊。对。所以孙权说甚至有说过一段话：孤于子瑜，有死生不易。
义之事，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好像在讲什么寒心啊？对，就说啊，子瑜的心跟我是一起的，子瑜是我的，我也是子瑜的。这边讲的子瑜是诸葛瑾，可是就算你知道这是跟自己的属下喊话，这段话其实是非常肉麻的。一个君主既然会讲出这段话，代表什么意思？他跟诸葛瑾的私交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不是信任到一定的地步，是不会讲出这种语气的话的。如果套用到现代的话，就是有点像是说你故意在你的朋友前面耍肉麻啦。对，就会说，哎呀，我人生当中没有叉叉 Y， 哎呀，我该怎么办？哎呀，我最爱你了。太恶心了，这不是我能办到的事情哈。就是因为诸葛瑾他跟孙权之间的关系很铁，而且孙权也知道说诸葛瑾的确是有才干的人哈，于是后来陆续开始提拔他，最后让他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叫做大将军。注意，诸葛瑾担任大将军，那他很会打仗吗？答案是，基本上只要是他领军打的仗，他最好的战绩就是平手。可是孙权还是很爱用他，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你是我的人嘛，我用你我放心啊。毕竟有些时候你可能派遣一些军事将领出去，你就要担心受怕说，这个人到底事情做得好不好啊？或是跟我沟通能不能很顺畅，明白我的心意啊？会不会完全脱离我的掌控啊？哇，光那个人际成本就非常非常的高昂。举个例好了，就好像刘备如果要用张飞，他就会想说，这个家伙会不会突然又出意外啊？上次用张飞，他就把徐州给丢了，这次用张飞，他会又干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你会担心东担心西。可是最起码孙权用诸葛瑾就是说，这个派出去安心啦，对，就是他什么东西都不好，但最起码他对我好，对我用他，我用的心安理得，这大概是第一个原因。再来第二个原因，我说过诸葛瑾他很会说话嘛，之前的节目也或多或少可能提到说，诸葛瑾对于整个军队其实是个润滑剂的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武将跟武将之间难免会有不同的想法，比方说有人说我们要打得保守一点，有人说我们要打得激进一点，哇，可能双方就会吵起来。此时只要诸葛瑾在场，到最后双方都会觉得说，好啦，同舟共济啊，有诸葛瑾在我们中间瞧事情，什么人都可以不给面子，怎么可以不给诸葛瑾面子呢？因为他就是个好先生，或者说整个职场当中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史书当中有给予诸葛瑾一个评价，叫什么？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就是这个人是打不了什么大胜仗的啦，但部队交在他手中啊，也勉强堪用啦，最起码保卫国土，他也有一定的功劳嘛，对不对？哇，这个不知道诸葛瑾地下有知啊，这个到底是褒还是贬啊？毕竟诸葛瑾他自己也会知道说，我到底打败过谁？数来数去，我好像从来没有打败过谁。所以如果被后人说这个人就不擅长打仗，按照诸葛瑾的个性，他大概会说什么？对啦，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是真的不太会打仗啊，对，我也希望加强我自己本身的实力啊，都到这个位置了，我也只能好好精进自己，以后希望可以越做越好。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这样讲，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对，谢谢指教。对，就是你也骂不下去了嘛，就是对啊，你也很清楚你的状况嘛，对不对？所以总之，诸葛瑾是这样的人才。重点是很好玩哦，诸葛瑾在吴国嘛，对不对？诸葛亮后来成为蜀汉的丞相嘛，对不对？其实诸葛家族就连在曹魏都有人当官所以三国魏蜀吴他们家的人都有人啊。没错。那诸葛家在曹魏当官的最著名代表，名字叫做诸葛诞。这个诸葛诞呢，早年曾经跟另外3个人是曹魏这个国家的名士，被誉为四聪。简单来讲，就是有点偶像团体啊，4大天王啊，其中一个是诸葛诞的意思啊。对。那后来诸葛诞长时间驻守在跟东吴交界的前线。此时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司马家就是司马懿的家族逐渐开始架空了曹魏的权力，尤其他2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更是不把皇帝给放在眼里。司马昭之心嘛，路人皆知嘛，就是那种我们都知道司马家即将要取而代之了哈。此时呢，诸葛诞他就觉得说不行哈，我要
保护曹魏宗室，于是他就领导他的军队开始掀起所谓的寿春叛乱事件。那其实在这场寿春叛乱事件当中，司马家可以算是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包围了诸葛诞，花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给平定。当然因为诸葛诞他失败的关系啊，他就最终被杀。所以虽然诸葛家好像在曹魏的下场并没有很好，不过后人还是有给评价什么呢？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就是说诸葛家族的人才当中，蜀国得的是最棒的。为什么？因为他得到诸葛亮，就好像得到一条龙一样，卧龙嘛，对不对？那吴国呢，就好像得到一只老虎。诸葛瑾也很不错啊，最起码内政是把好手嘛，当军事的话好用，对，可以用，语带保留。对，那曹魏呢，他就好像得到一条狗一样。对，这边不要说，等一下，怎么骂诸葛诞是一条狗呢？狗在这边的意思，一方面有它凶悍的一面，另外一方面，狗就象征的是所谓的忠诚，意思是说，你看诸葛诞他虽然后来失败了，可是他作为曹魏的大臣，他是忠心耿耿的，他是无愧于他的操守的，所以才会称他为魏得其狗。因此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三国打到最后，诸葛家不亏啊，任何一国到最后赢得了胜利，诸葛家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就会讥讽，就说，你看这个诸葛家多么的鸡贼，有没有？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但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回到我们前头。为什么诸葛亮跟诸葛瑾会投效到不同的国家去？因为战乱啊。没错，有的时候一个家族是在战乱当中，他被打散了，只好家族成员各奔东西，四散到不同的地方，自谋出路。那你能说，你们好滑头哦，你们3个方向都投资？我相信如果去问他们会说，我们也是不得已的没有战乱，我们根本不会分开啊。结果你还要跟我讲说，我们心机很重，你才心机重，你全家都心机重。好的，我们故事说了那么多我们今天蛮大一部分的重点都在描述有关于诸葛家族他们内部发生的一些事情嘛。那我们话说回到这个电视剧第39集的后半段，其实蛮大一部分都有介绍了一个新登场的人物，就是蒋干。他是呢原本在曹操阵营然后被曹操派去东吴扮演说客，试图要说服周瑜那后续呢就有发生非常非常著名的蒋干诈骗事件那这些故事呢，我们就留到下一集来继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了。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今天的介绍的内容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你对诸葛家族还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